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怎样寻找支持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咱们这个频道经常提到的观点。前些天我和一位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就说到，在他的生活中，经常有一些人去批评和否定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评价他的工作状态、情感生活、外貌、性格等等。这些人可能是父母、同事或者朋友等等，并且他们都会强调这种批评是为了他好，理由包括这种批评是为了激励你上进，或者说是为了让你避免陷入信息茧房，你应该兼听则明，从善如流，不能太自我封闭等等。虽然这位朋友经常对这类打压感到不舒服，但他却总是感觉到自己没办法有效地识别和警惕这种打压。这位朋友就问我说，如果一个人总是受到他人的支持，会不会陷入到一种太舒服的状态，从而让自己失去常识和理性呢？是否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中存在一些打压和否定是必要的、正常的呢？我觉得这的确是很好的问题。许多在中国成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当自己对于别人的话语感到不舒服时，怎样判断究竟是自己太敏感、脆弱、封闭，还是自己的确受到了某种打压？以及在人际关系中存在一定的打压，是否有利于自己保持某种清醒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缺乏边界感的打压与健康关系中人与人所存在的分歧，一个核心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促进了思想的开放性。而中国社会常见的很多劝诫之所以有问题，首先在于它诉诸说话者的某种身份或者某种模糊的逻辑，因而只能导致思维的封闭。比如不听老人言这句话，就是诉诸于老人的身份，而不是说话者逻辑的有效性。再比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话其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因为何为兼听、何为偏听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导致这句话在实际中很容易受到说话者主观操纵，他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价值，但却似乎为自己的话语增加一层合理性。在今年2月23日讲中国辩证法的这期视频里，我们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就说到在中国，很多人习惯用一些诸如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这样所谓的辩证法来打压别人，这种辩证法非常符合诡辩的特点，也就是相对主义。你说 A 是好的，我就说 A 也有缺点，看问题要看全面。你说 A 事物不好，我就说 A 也有优点，看问题要看全面。表面上我总是强调看问题要全面，要对立统一，其实是把对立面统一到我想说的那一点上。我们说，对于这种辩证法，要从文本上理解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从获取权利的角度去思考，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因为这种辩证法本身就是服务于说话者的需要。在一个思辨水平很低的社会环境里，这种辩证法通过不断的堆砌概念，很能够提供一种仿佛有理论依据的感觉。再比如，有些人批评那些有小众爱好的人时，喜欢说你不能脱离社会，要接地气，要做一个现实的人。这里就是直接把自己的观点等同于社会、集体、主流秩序和现实。然而，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复杂的有机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信仰和价值观，没有人能直接以集体代言者的身份自居。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由于个体不被允许以自己的名义去言说，但自己又有个人的观点和利益需要表达出来，于是就只能通过群体代言人的身份来言说，以集体的名义和旗帜来掩饰、遮蔽自己特殊的利益，去向别人施压。总之，这些表述都是诉诸于权威或者集体共识，去抑制个体自我探索的倾向，而这种说法当然也就不可能使人走出所谓的信息茧房，去促进人的清醒和理性。因为我们常说的清醒和理智，首先指的是个体在思维上的开放性，也就是人意识到在自我意识面前，没有任何世俗的身份、社会地位能够彻底阻碍人去探究和思考。在康德看来，人是具有鲜艳自我意识，能够为自然立法的认知主体，这种认知能力在原则上是可以超越一切世俗的标签、权利和身份的限制的。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实里人的思维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羁绊和障碍，正如康德所说，很多人不敢于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然而，
意识到这种理想状态仍然是必要的。在这里，我特别反对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人的心智总是趋向于惰性的。如果没有外力刺激，在自然状态下，人就会停留在舒适区或者信息茧房里，不愿意反思和探索的。如果认同了这种观点，那么打压和鞭策就是说得通的了。但实际上，这种观念是非常表象的。人之所以不愿意思考，陷入思想上的封闭，并不是因为他太舒服了，而是因为他在更早的时候丧失了探索和反思的能力，或者他缺乏必要的支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去年12月17日的这期视频里有过深入的讨论。当时我们说到，中国人普遍认为孩子的性格缺陷都是被溺爱出来的，也就是他们被爱的太多了，太自由了。这在表面上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一个人的心理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某种匮乏，而不是丰富和满足。就是说，自由和爱是绝对不存在过多和太多了的。而中国的很多人都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一旦满足了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应该通过制造匮乏的方式促使人进步，包括使人在精神上陷入紧张、焦虑等等。当然，我也不认为任何事情都应该追求极致，比如糖是人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但吃糖太多就会有害健康。锻炼身体很有意义，但锻炼过度也是不好的。很多工具性和感性的概念都是要寻找一个现实的平衡点，存在尺度的限制。然而，在涉及到爱、自由和善这样的深刻概念上就不是如此了。认为爱和支持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自由很好，但也不是绝对的。这些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观点其实是肤浅和缺乏思辨的。我们说，真正的爱、自由、善之所以应追求绝对性，是因为这些概念具有内在的自洽性。爱如果被限制或附加条件，就失去了爱的本质。同样，自由如果被限定了，就不再是完全的自由，而是一种受限状态。善如果不被追求为绝对的善，也就没有道德的纯粹性。那种认为自由有好有坏的观点，其实仅仅是将好和坏看作是静态、不变和割裂的，缺乏对事物内在统一性的理解。我们在6月1日的这期视频也对这种思维方式有过探讨。当时我们提到了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恶与善并不是对等的两个实存。恶的存在并非因为有一种独立于善的恶的实体，而只是善的匮乏。例如，暴力和不公正的现象是因为缺乏爱与正义，而不是因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人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人的一些负面的现象只是现象，而非实体和本质性的东西。比如，痛苦是因为缺乏幸福和满足，而不是源于不可避免的本性。人性的善在现实中会被扭曲，但这并不改变善的本质。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不断探索和开放的，是不需要任何来自外界的鞭策和打击的。不过新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自由的不受干涉的状态下却越过越糟糕呢？这有很多种可能。一是他先前已经陷入了某种病态，他只是在没有外界干涉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但他内心深处陷入了某种病理性的心理机制，其实陷入了内在的不自由。但另一个常见的可能性是我们没有用宽容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探索和思考。很多看似病态的行为，其实有着某种对他们个人来说有着极为必要的意义。比如我们在今年4月4日的这期讲游戏成瘾的视频里就提到了，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沉迷网络是他们无法融入学校、无法正常学习的罪魁祸首。家长和学校喜欢强调，学生只有在学校里与人接触，才能够培养社会化能力，并且认为那些脱离集体的个人很容易出现社交障碍。但学校的这种社会化本质上是剥夺了个体在社交上的选择权的。例如，中国学校里常见的校园暴力和基于学习成绩、性别、外貌的歧视现象，对于弱势的孩子一方，经常是得不到救济的，而且也无处可逃。由于他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班集体，甚至是更小的小组或者宿舍内，很难自由地更换和退出所在的集体，因而也很难有翻身的机会。而网络社交则不存在学校这种强制力，如果一个网络社群让人反感，
它可以很方便地切换到另一个社群和集体。网络社交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比如网络暴力等等，但毫无疑问，像学校这种封闭环境的现实暴力要比网络暴力威胁大得多。当然，网络社交毕竟不如现实中的人际支持来得深刻，但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没有良好的人际支持和亲密关系，那么从网络中寻求社会支持，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沉溺网络虽然可能损害了当事人的健康，但也使当事人能够感受到一丝微弱的自由。如果仅仅将网络粗暴地切断，那么当事人会陷入更糟糕的状态，比如自残、暴饮暴食，或者更深的冷漠和麻木。所以，很多看似病态的行为，其实也可以视为当事人在用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来自救。另一种可能性是，个体的很多行为在保守和滞后的社会结构下，未必能够带来肉眼可见的价值和利益，于是人们就宣布它是无意义的、有害的，是需要被矫正和打击的。然而，当我们以一种宽容的视角去审视，就会发现它也蕴含着许多积极因素。比如，中国中小学生经常和同学一起玩手游，家长们经常抱怨手机使孩子更加不善于社交，整天只是抱着手机，却没有看到孩子可能正在和同龄人产生互动。与学校这种封闭环境内的互动不同的是，网络上的互动是开放的，假如得到良好的支持和引导，这其实更有利于儿童培养真正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曾经讨论过叛逆期对个体心智成熟的必要性。在中国，即使是那种对叛逆比较宽容的观点，也是把叛逆当作一种中二期难免会发作的病症，只需要宽容一些，这种病过一阵子自然就消退了，人也就回归正常了。但这仍然是把叛逆视为一种异常状态、不合理状态，因而是需要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化解掉的。然而，如果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反抗和叛逆的阶段，他的意志发展就会受阻，成为一个缺乏自信和生命力的人。即使他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也会感到这种生活始终不是自己的，因为他总是难以体验到那种激情、创造力和自我驱动的感觉。他会困惑，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快乐、缺乏动力，明明我的生活还不错。黑塞在他的小说《德米安》里，将人的内心区分为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光明世界指的是童年的平静喜乐的状态，代表着熟悉的社会规范和观念，而黑暗世界指的是人在自我意识觉醒时的那种强烈的叛逆和冲动。当然，这里的黑暗并不是真的黑暗，而是指这种冲动有一种颠覆旧秩序的毁灭的力量。它在初期确实很容易被视为黑暗、罪恶和破坏性的。黑塞将这种心理体验描写得非常生动。他说，几年后，我感到一种原始冲动在我身上滋生，这种冲动在光明的世界中只能被遮掩和潜藏。像他人一样，萌生的性欲被我视为敌人、毁灭者，视为禁果、诱惑和罪恶。青春期的秘密激发好奇和梦幻，欲望和恐惧。它与我童年的平静喜乐格格不入。我过着一个孩子的双重生活，尽管我已不再是孩子。我的意识活在熟知的光明世界，它否认即将破晓的新世界。可同时，我又潜伏在梦想、冲动和期盼中。意识的世界忧惧地架起一座座桥梁，但童年的世界已在我身上悄然崩塌。每个人都要遭逢这番苦难。它对一般人来说，是自我与环境对决的巅峰，是前进道路上最艰难的跋涉。许多人终其一生，唯有在童年的腐朽与幻灭中，才经历过命中注定的死亡与新生。尽管光明世界所代表的社会规范让个体感到安心，然而它却越发受到欲望和原始冲动的诱惑。光明世界的那种无忧无虑，个体与环境浑然一体、和谐相处的状态就开始崩塌了。个体必须经历这一崩塌，才能找到通向新生的道路。这种崩塌的积极意义在于，个体从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只是遵循既定道德规则的存在，而是一个拥有复杂欲望和独立思维的完整个体。实际上，这种黑暗的力量正是一个人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头。它不仅不需要被矫正，反而是需要被理解、接纳和尊重，才能最终转化为一种成熟的力量。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那最后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